大家好，今天为大家介绍16:2的 LCD 库。16:2的 LCD 是最常见的显示器，网上也有很多开源库。但是今天要着重讲解的是如何选择 LCD 和一般开源库中没有提到的问题。现在一般上的 MCU 都是电压 3.3 伏的，而 LCD 一般还是5伏的。打开 LCD 的数据手册，会发现准许最小输入高电平的数值是 0.7 VDD， 也就是 3.5 伏，所以一般电压为 3.3 伏的 MCU 是不能很好的控制电压为5伏的 LCD。如果勉强使用，会造成有时 LCD 会出现乱码的现象，所以必须选择 3.3 伏的 LCD， 而且里面也必须要提供负压电路，不然无法调节 LCD 的对比度。再来，出现乱码的原因还有几个，另外一个就是时序图的问题。打开 LCD 的时序图，必须严格的遵守每个时间的最小保持长度，虽然最小的时间在纳秒等级，但是一旦 MCU 的速度提高，有可能会满足不了这个要求，所以必须在特定的地方加上延时函数。再来，另一个会使 LCD 乱码的原因是没有确保 LCD 在空闲后才开始下一个指令。要知道 LCD 是否空闲，必须将 V7 这个引角设置为输入，读回 BG flag。很多网上的开源库就是没有读回这个步骤。最后一个是写完字符串后也必须读回相应位置的字符，看看是否已经成功写入。现在我们打开项目的 .ioc 文件，将所有连接到 LCD 的引角设置为推晚输出，速度为最快，设置计时器周期为100纳秒。主要用作延时函数，保持时序图的正确性。现在打开 LCD.h， 定义延时计时器7和一些 LCD 的最大数值，定义 LCD max length 为40，表示一行可以保存40个字符。LCD max display length 为16，表示一行一次可以显示的最大字符数。定义 LCD attitude， LCD 光标和显示器的左右位移。最后是字符的左中右对齐。这款 LCD 可以定义8个字符或符号，我将常见的字符和符号定义成枚举，方便大家使用。最后是 LCD 的结构体和外部可以调用的函数指针。现在打开 LCD.c，首先用2维数组常数自定义8个字符和符号，如果需要其他的字符可以在这里修改。然后接下来看 LCD sen 这个函数，每个指令都是通过 LCD sen 这个函数完成。因为每个指令所需要的时间不同，
所以在开始下一个指令前，先检测 LCD 是否为空闲，调用 LCD Wet BG Flag。现在来讲解 LCD Set Attitude 函数。LCD 有8个属性可以设置，而且这些属性分别由3个指令完成。比如说，有时你想打开光标，但是光标的设置是通过 LCD Display On/Off 指令完成。里面还有2个属性你不希望改动，或是有时你想改动2个属性，但是用不同的指令完成。这种不确定参数数量的设置，最好就是用可变参数完成。首先，第一个参数固定参数为你希望改变的属性数量，再来就是传入不同的属性。LCD Set Attitude 函数会根据不同的属性调用不同的指令完成，同时不会修改你不想改动的属性。通过可变参数的方法，外部就不需要个别调用不同的指令，而是统一调用 LCD Set Attitude 函数。现在来看一下实际效果。首先是左对齐，然后是中间对齐和右对齐。接下来是一个一个输入字符。当字符数到达16个过后，通过修改属性左移 LCD。通过光标修改字符，左右移动 LCD 显示长度超过16的字符串。显示所有自定义的字符和符号。最后要提醒大家，这个 LCD 库可能并不完全适合你的 LCD， 你必须找到你的 LCD 用的芯片数据手册，因为每个芯片的时序图可能有所不同。比如说这2个芯片，在2次 function set 指令之间的间隔，一个是 4.1 毫秒，一个是37微秒。现在把这个延时删掉，看看会有什么效果。好，现在我不断重启 MCU， 在多次重启后，有可能无法正常的初始化 LCD， 这也是很多开源库众没有注意到的问题。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希望你可以点赞、订阅及转发。有任何的疑问或是感兴趣的话题，可以在下面留言。我们下次再见。